轩，最近美国的智库放了很多兵推的响定出来，结果现在网络上最红的是这个画面，他说的是2027年美国是会怎么搞？他不仅只是防守，他竟然会反攻中国了。我想真的假的啦？结果我一搜完，不简单，美国他玩真的，他在搞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钢铁骑士的演习，对，这样没有错哦。大家在想说，哇，看这个影片呢，会不会是在自嗨啊？怎么可能？因为他在模拟的状况就是说，当2027年中共呢要侵犯台湾的时候，结果你可以看到的是，反向的是莫名其妙杀回去了。美国的国旗呢，沿着中国的这个我们讲国土不断的往内陆入侵，不断往内陆入侵，而且你看到伤亡的人数以及那个相关的人数呢，开始持续的在增加以及产生变化。他们想说你这根本是自嗨嘛？但各位，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孙子兵法》曾经有一句话，就是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叫攻也。换言之，你要攻其必胜。你如果今天呢想要成功的防守住台湾，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而且为什么我说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因为 CSIS 也是美国的相关的智库呢，在做兵推演练。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讨论到这几年说，美国呢27次兵推里面有25次能够守下，但他没有跟你讲说这25次里面是什么。其实，在2023年、2024年期间，他们就有一个响定。这个响定就是说，如果不打到中国的本土去，恐怕呢很难够防守住台湾。所以你通常你就是变成是你反而要去进攻到中国的国土，进攻到中国的本土，包括它的港口，包括它的机场，包括它的一些飞弹发射器，你要第一时间将它彻底摧毁殆尽之后，你才有可能把台湾守下。所以当你在看到这个搞笑的图的时候，你不禁想说，这不是反攻大陆吗？对，这难不成还真的我们？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对，我们蒋委员长要反攻大陆啊，真的要反攻大陆了！哇，我们蒋委员长要爬起来，这一次终于是开心的。但你知道吗？美国的响定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他说我要把3个要素给摧毁掉，包括他的空军基地、港口设施。甚至是呢，他利用远程飞弹 JASSNER 这种东西呢，直接进行打击跟低规模的破坏，然后再配合后续火力的跟进。那这时候呢，整个岛链的这个响定呢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记不记得，包括冲绳、包括宫古、石环呢，以及呢菲律宾的巴丹岛，这一连串呢巴拉望省连结下来，配合台湾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这个叫做第一岛链的一个防守。但现在这个第一岛链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被打到像流刺网一样，都有所谓的刺针飞弹也好，反舰飞弹也好，海马式系统也好，美国海军陆战队好，马上就给你动作。这是国安局说的哦，对，这不是我们讲的哦。国安局说已经第一岛位的防御，美国都已经摧毁了哦。但现在更可怕了，还有他还要再想，因为他觉得我现在第一层网哦，我觉得好像不太密，所以我把第2层也给纳进来好了。来，这时候有一台就出来了，这一台叫 F-35C。以前我们都跟你讲说 F-35B，B 是什么型号？垂直起降，它可以放在日本，可以放在航空母舰。但是35C 不一样，35C 差在哪里呢？它是远程的部队，它的内部的燃油19200磅。换言之，它可以飞非常久，超过1200海里。那它是要从哪里来呢？从美国的本土直接过来，从加州。这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种钢铁骑士第25号的演练里面的响定。对，那你就好奇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从加州这边赶过来呢？这样不是非常远吗？因为理由很简单，当你第一岛链的时候呢，它的 F-35B 会起飞，它的 F-22也会起飞，它的所有直升机呢以及陆战队都会起飞，但它要确保一件事情，我源源不绝。等于就是说我这个空中过来驰援的时候，它可以达到一个目的。请问一下 F-35B 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它的油量比较低。但请问一下，如果说 F-35C 直接飞过来的话，代表说它的进攻跟防守范围之内，把中国的内陆都划在里面去。也就是说，我可以更进一步的进犯到你的更远的航程。更前线的指挥基地，而且你知道吗？你再配合一个响定，你看到之后你都毛骨悚然。这个响定是什么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款直升机，对你没有听错，直升机。直升机在两岸呢，通岸在滩岸尖底这边会比较发挥作用，但呢，因为它现在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一台叫做 Viper， 也就是所谓的毒蛇。那毒蛇呢，它跟另外一个好朋友是搭在一起，叫做 Venom， 也就是所谓的猛毒。毒蛇跟猛毒它干嘛？它最近发展了一个叫做 AGN-179。我知道你一定不知道 AGN-179是什么，我跟你讲中文你就听懂了。以前它用的叫地狱火，它现在这个是全新型号叫 JAGN， 更近一代的，正好可以打地板。也可以打舰艇，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一颗直升机，这个它是升级版的，对，而且可凶的。你知道这升级版强在哪里吗？第一个它是雷射制导，对，换言之什么意思呢？它可以 A 射 B 导。
那雷射制导等于说你场景，比如说今天有云里、雾里，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状况呢，它都没关系。只要这个直升机一起飞，它的量体积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战斗机，比如说22或者是 F-35差很多，它只是属于轻形态的，但它身上所搭载的火力，也就是这个 JAGM，它让它全面性的升级。一台直升机它可能可以把一个洞95、洞94给毁掉。就一发下去，太凶了吧？对，一发就灭掉了。对，那我问你，像这种直升机，你知道它藏哪里吗？35，不管你是说垂直起降，或者是需要战配跑道的，它都有一定的时间跟空军机场才办运作嘛。但你这个可以藏在秦刷哪来呢？它随时间它可以起来，所以等于说我们刚才讲那个第一岛链连线里面，它把所有海军陆战队跟这个全部部署在这边。那等于我一台直升机呢，只要你没有防范到，我就可以打掉你。那为什么我刚刚要讲猛毒？你知道吗？猛毒是它的，我们讲就是 Venom， 是它的所谓的合作伙伴，也是另外一台直升机。它可以做什么导引？也就是呢，今天我可能这个猛毒蛇没有看到，就你猛毒看到了，你帮我锁定，我从我这边雷射四导直接这样打下去 ，A 导 B 射的概念。对，那还可以配合什么？你知道吗？是不是在它的巴丹群岛？对，包括我们讲日本的这些冲绳，它是不是有海马斯？它是不是有我们讲的 Nemesis？它也可以发射。哇塞，等于说它可以让它的伙伴锁定，对，然后等于说你一台出来之后，我全部四面八方的把你打击下来。所以你知道吗？这改变之后呢，美国它这是这一次钢铁25的演练画面。坦白讲，我看的时候我一直震撼，因为它直接给你看第一人称视角，它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直升机也可以打这个 JAGM。所以呢，它就在这个画面座舱里面呢，你就看到，嗖，下面有一个飞弹。直接这样贯穿出来，所以等于说它的战力已经全面的改变化了。它的想定其实是这样因为呢，中国第一波啊，如果他打击日本的话，他会打哪里？他一定先打你冲绳，我把你冲绳打掉嘛，你飞机是不是就不能飞了？断掉了。对，那断掉之后，他跟你讲，我35C 来了，那你把它打掉之后，你说我没有机场，他说我跟你讲，我直升机还可以打。我打掉之后说你没有中共指挥中心没关系，我到处全部都是我的人千千万万个我，他就是利用这种中共杀不尽的想定。那与此同时呢，他是来演练，因为我刚才是不是讲说35的这个我们讲的油量比较低，对，所以它空中补给加油演，也就是说我如果需要长时间的巡航，因为35它等于是在空中的航空母舰，也就是它可以具有所谓的雷达征收的这种功能，甚至是掌握整个全空域，包括它的指挥布阵，所以呢，它可以确保说我利用加油的系统让它持续在这边一整套的。对，然后海马斯呢，是不是就我们讲在陆地面，它等于在沿岸呢打造一个我们讲像刺猬岛一样，等于说这些火炮，即便你想要越过雷池一步，我的空中的火力优势呢，可能暂时需要做战力转换的时候呢，透过它来进行打击，而海上的感知呢，等于是全面性的，我们呢都把它做一个驰援，甚至是它也演练到说，即便你中国呢夺走它的机场之后，它剩下来的指挥中控，可不可以把它分散到残余的岛屿里面？所以变成就是它让中国呢，只要你步出你的大门一步，你动了歹念，动了歹心，你会发现你四面楚歌，四面八方都是对着你的敌人。玉峰哥，今天全球在关注一个案子，澳洲雪梨的枪击案件。一开始想说只有几个人，后来发现10几个人，16个人死亡了。结果今天这画面出来之后，大家毛骨悚然。这对父子也太扯了吧！他把人当什么？当标靶一样，一个个打。结果枪声一响，所有人都跑了。对，这是看到澳洲的雪梨。你在各画面上面的话，你看到大家原本是来这边庆祝一个光明节，然后呢，在现场竟然有大批的民众逃离现场，为什么呢？因为有枪手出现。其实你再看一次这个画面，这画面像不像是当初在这个哈马斯直接坐着这个小艇直接飞进来之后的攻击？这个东西是不是又再度的重演？然后呢，这对的父子，爸爸50岁，儿子24岁，他们就在制高点，然后呢拿着自动步枪一路扫射，一路杀戮。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我们待会会讲到，跟哈马斯还真的有点关联。但是呢，这些民众来讲的话，他们都是犹太人来庆祝光明节，没有想到竟然发生了这个澳洲30年来最残忍的一次，总共16个人死亡，最小的还有小朋友10岁的小朋友。然后你看这个画面这个图。就是在现场，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早去制高点，然后呢，不停的开枪，其中呢有不少人死亡。那在不少人死亡的过程当中的话，可以看到有几个重点人物，这一个就是枪手儿子，然后呢，另外一个是爸爸。对，而爸爸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英雄，这个英雄其实他就是水果店的老板。这个水果店老板他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的话，现在来说的话，死亡人数不可能低于16个。就是这个人。对，你想想看其实他爸爸在那个地方扫射的时候啊，这一个水果店老板他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逃离了，对，他回去，然后呢躲在这个车子后面，慢慢的回去，然后呢从后面该把他给情报住，情报住之后啊，其实现在有一个讨论是，这个爸爸，这个水果店老板，这个英雄已经拿到枪了。到底要不要直接把他给解决掉？我看他跑了啊，对，因为他没有解决掉，所以呢，这一个枪手爸爸呢又跑回去桥上呢找了他这个儿子。虽然他最后因为bor火，这个枪手爸爸是被打死的，可是这个水果厂的老板也被这个枪手儿子打了4到5枪。所以现在有一个讨论是说，那为什么他已经抢到枪了，他这么勇敢，为什么不直接来还击把他给打死？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当然这有一些人道的考量，也有一些安全上面的考量。好，重点是这个英雄，他虽然被枪手的儿子呢打了4到5枪，不过呢运气非常的好，都不是致命伤。所以呢，他昏倒之后呢，有人赶快把他紧急送医，紧急送医，现在已经是意识清醒，把他给救了回来。那救了回来之后呢，导播我们跟那个画面再播一次，全球震撼呐！对，你想想看，他太勇敢了吧？如果当初在这个加沙走廊，然后也发生这样类似的一个事情嘛，对不对？如果当时候有人这么做的话，那是不是效果就？这是结果就会不一样。然后呢，他进去之后啊，他把他给抢救了回来。对，连川普都说，如果没有他去制服枪手，把枪给抢下来的话，那死亡人数不会是16个人，可能是会加倍的。那现在来说的话，有很多的人为他站出来，要干嘛？要来帮他募款。对，因为他受伤了嘛，那他这个水果摊也不能马上营业啊，所以呢，要帮他募款。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快的就有超过20万澳元，澳洲。这个20万澳元折合台币大概是多少钱？你就乘以，大概是折合台币大概是1660万元。他有人捐了1660万元给他。对，一开始20万元，然后呢，很快了有一个人 ，Bill Ackman 他给站出来，然后站出来之后呢，他还直接加了连结，然后告诉大家说啊，赶快去捐钱。所以呢，最后已经加到多少？80万澳元，80万澳元折合台币是多少钱？1660万元。那这 Bill Ackman 也非常的特别，其实他是什么？他是美国的避险基金的巨鳄，而这个巨鳄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说他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所以呢，他用他自己的账号有没有？Bill Ackman， 其实我们也在节目上讨论过他的一些经济上的看法，然后有蓝勾勾，然后呢连结把它给放上去了，告诉大家 This is verified link for a bounty hero。为什么叫 bounty hero？ 因为刚刚发生命案的地方就是邦迪海滩，对，这个英雄把人给救了回来，然后呢，这个现在大家来讲就赶快来捐钱。那你要问嘛，那你 Bill Ackman 你自己捐多少？其实他是捐了大概是99999块的澳元。不过呢，他放的这个连结才是帮助募款里面最大的助力。怎么？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这一起事件，为什么大家全球这么关注？从第一时间大家跑，对不对？跑了之后呢，没有想到竟然还有人拍到什么，在制高点上，这一对父子俩，我再形容一次，他根本把人当成猎物一样杀哦。他是一边打一边退，就一边换子弹、换弹夹。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竟然可以夸张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就问了，这一次这一对父子真的杀人如麻？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真的一定要这样？而且最可怕的是，除了枪之外，车上还有炸弹的。是你刚刚说的没错，他们本来真的就是要进行大屠杀，结果记者呢去他家找他的家人，这位太太说什么你知道吗？她说：“我的儿子啊不会用枪，我的儿子啊，任何人都想要拥有一个他这么好的儿子。”接下来他讲到重点，他说：“我的儿子是个乖小孩。”又来了，很夸张哎。然后他还说，当天他其实要跟他爸爸去钓鱼啊。对，所以整个事件看起来就是你的家人对这对父子完全没有掌握。那你知道吗？没有掌握的还有谁？你知道吗？其实还有澳洲政府。对，为什么呢？其实呢，澳洲政府在案发之后去搜索就在这对父子的车里面找到一面什么，你知道吗？伊斯兰国的旗帜。对，所以就开始高度怀疑说，这一对父子是不是真的跟伊斯兰国有关？接下来我跟你讲，还好有刚刚玉峰哥讲的什么邦迪 hero，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车里面还有你刚刚讲2颗炸弹。等一下，他真的要把这个什么所谓的光明节整个炸嘞？没错，他真的要进行大屠杀。那我刚为什么讲说，其实澳洲政府原本就有掌握，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在7年前澳洲其实伊斯兰国有曾经他的细胞组织在澳洲有曾经要发动一次恐怖攻击。对，那当时恐怖攻击还好被澳洲的政府逮
逮到的时候当然就要清查嘛，对不对？就清查哪一些人哈，你知道吗？其中一个参与的人就是这一次犯案的儿子，他还跟当时他有前科的，没错，他还跟当时这个伊斯兰国在澳洲的支部的总指挥关系非常之好，就是他，没错，对。但当时的国家安全情报组织研判他没有立即的危险，所以就没有持续监控啦。非常非常的可惜哈。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父子他在共犯案，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他查起来，他澳洲政府怀疑其实他的儿子才是真正的主嫌，他的爸爸只是秀囝，所以就帮儿子去屠杀。他是陪他儿子去的，没错，因为他爸爸没有任何的前科，他爸爸也看不出来有任何宗教的极端历史，只有他儿子有，所以呢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他儿子是主嫌？但你知道吗？他儿子没有枪。有枪的是他爸爸，对，他爸爸在过去10年内申请了6把枪，所以这次犯案的都是自式手枪，对，而且都是合法登记的。所以这个爸爸为了儿子，他去帮他找了枪，找了枪之后，他也陪他去杀人，对，结果最后真的死的是爸爸，没错，他儿子中了枪，但还活着，是没错，什么烂事啊？他儿子就是最重要的，他们你知道吗？父子俩在犯案前2个礼拜还去租房子，对，就是要去观察地形，所以这就是一个有预谋的恐怖攻击呀，哈。好，那他枪支管制的这么严格，为什么还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因为他其实枪支发证的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你知道吗？再有一个，如果你想要休闲狩猎，譬如说你想要去打兔子，你就可以去申请枪支啊。这样不是每个人都能申请吗？对，你讲到重点。而且他那个枪，我们看到他长大把的，对，他不是什么短的自式手枪，他是那一种专门去，他把人当成猎物一样的。对，所以他们的枪支就是因为他发证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导致他说现在每周大概有2000支枪支流入澳洲的社区里面。对，现在澳洲总共有400万支枪了，其实非常的严重好，那现在澳洲政府当然马上就在思考说，是不是要限制枪支的管制？譬如说，他就要因为澳洲的持枪的证照，它是 forever 就是永久啦，对，lifetime 的。那他接下来就可能是5年 renew 一次，或者10年 renew 一次那接下来他还要做什么？做一些用途上面的管制啊那你知道吗？这个儿子呢，他在犯案前，他也曾经去上课上什么课你知道吗？来，记者就去查，去他的社群软体上面查发现他曾经去过伊斯兰教的一些相关学院去上课，对，像古兰经，然后这个古兰经的院长还有受访，他今天就出来说，他说其实他当时确实他上古兰经有上过1年但我都是教他反暴力不要有任何暴力的行为。不是，他今天他是杀了这么多人所以上课根本没用，他心里面就埋藏仇恨的种子如果他今天在澳洲分支都发动这样的恐怖攻击，全世界会不会有类似的反犹太主义的恐怖攻击继续发生？这个才是接下来各国政府要谨慎面对的地方。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